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录制一款短发的修剪以及纹理烫的这样的一个教程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裁剪的过程。首先呢，我们在系统课里面呢讲解过很多种修剪短发的方式，而今天呢给大家展示一种快速的修剪方法。然后我们将整个头发呢分为上下的2分区，在退化点的位置呢先横分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2分区呢就分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对这个底区呢开始修剪。首先，短发我们要剪轻堆积，从后面开始起刀。好，90度以下。好，先剪出这样的一个内部堆积啊，内部堆积。因为之前这个我剪的是不连接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连上就 OK 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随着头型走，按照导线。垂直分线或者微微的斜线都可以啊。如果你要采用斜线分区呢，你把这个在头顶上看作一个1点放射，你的点位在这里，然后这样去1点放射也是可以的啊。最重要看你的习惯，反正下边我们剪一个随着头型走的就可以了。因为剪短发呢，我的习惯是稍稍带一点点斜线，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流向。当然你垂直也是可以的。好。我们跟着导线，一直呢把底区剪好。好，继续。前面呢，如果你想保留鬓角的长度，我们可以向后带一片啊。但是我没有向后带，我是随着头型走的。这个呢，你在裁剪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进行变化。好，继续。这样呢，我们主要的结构呢就剪好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发现这个鬓角这个位置厚，因为我们从后向前剪嘛，它前面肯定要放长一点点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选择在前面呢拉高，进行一个去角。注意你的切口啊，你看拉起来略微走一点点前短后长，好，向上带，就相当于把表面呢再磨高一点点层次，因为做烫发啊，你的鬓角厚了，就烫出来的头发就很难看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侧就剪好了啊。另一侧反手，裁剪呢是很简单的，因为咱们有那个裁剪课程，很详细的讲解了啊。那我们这节课呢，主要是讲解剪烫这一块。好，继续跟随导线，随着头型走。因为我身体走不了位啊，旁边有一个摄像机，所以呢，我选择不停的转动头模。注意下区我们剪的是轻堆积啊，所以你的提拉角度不要超过90度。好，继续。
随着头型走。好，继续。你看，因为我们沿着后面的导线向前剪的，所以到两侧呢，剪着剪着啊，它还是一个轻堆积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去角的啊？你看，它轻堆积这个位置肯定是厚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拉起来，这样做一个去角，拉高啊，继续。把它鬓角变得薄一些就可以了。好，看一下两侧是否等长。这样呢，我们底区就剪好了啊。我们得到了耳后的内收，然后以及后面有一些轻微的堆积啊。接下来我们上区。上区呢肯定要剪不连接的了，因为按照这个导线向上剪，上面就短了。因为我们上面要做出纹理烫的感觉，所以要留长啊，留长。然后呢，我们把所有的头发拿掉。好，整体观察一下。那这个刘海呢，长度呢，我觉得可以了啊，刘海的长度就不要再动了。我沿着上区，我划分一个弧形。啊，划分这样的一个弧形，然后这边方法相同。我这种分区呢，就是让顶区呢重做一下导线啊，重做一下导线。但是呢，你这个导线不能做的过于厚重，厚重的话它就有齐切口，齐切口呢就会影响我们最终的效果啊。当然，你如果能做好重心比例，你一区一区的剪也是可以的啊。然后我们从前侧开始。拉平，拉平，然后磨掉一点点层次啊。前面的刘海的长度就不要再动了。好，继续向后走，拉平。来，我们要走圆形，向后走圆。好，放下来，观察一下啊，看，你不用管下面的长度，它现在呢？它现在的落差呢，大概在耳孔附近。你想一下，待会儿呢，我们做好纹理，它就向上弹，对吧？做烫发，你一定要预留好长度。好，继续向后走圆，不要去的过多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。继续，好，剪到后面呢就连接了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分区呢再分出一层啊，来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基础课程当中的光环的手法啊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大家要练，把剪发的基础课程都练好，你剪这些头发呢就完全没问题。那这款头发呢，裁剪的方式主要就是用到了我们基础课程里的斜裁啊、斜裁以及光环的手法。对吧？好，这样呢，头顶我们分出一个圆形，好，把它拉平，一定要拉开层次，长于导线的我们都剪掉。
继续。随着我们的分区线呢去走一圈就可以了。这种烫前修剪呢非常简单。好，继续向后延伸。剪到中间呢就连接了，那上面那一层呢，我们直接把它提升起来去剪啊。如果我们顶区呢再平行去拉，这个位置就会很重啊，它会影响我们烫发的效果。那刚才我这2圈呢，相当于在我们上区又做了一层导线啊。接下来我们头顶的位置，从刘海处起刀。刘海处垂直，大家能看到这有一个堆积的切口啊。我们沿这个切口呢向上去角，好，继续边剪边抬高，边剪边抬高。好，在头顶呢做1点放射，向四周进行扩散，走。剪2刀就要拉高，剪2刀就要拉高。然后呢，如果你预留的过长，你剪成均等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继续。好，不停的走位。好，继续。这样呢，我们1点放射，在头顶呢抓了一圈，剪到正中间呢，我们的导线应该重合。啊，你看到这个位置啊，基本上就连接了。那如果你在裁剪的过程当中产生偏移了啊，你这个导线呢，最终呢它是连接不上的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结构的部分就裁剪好了啊。大家能看到，这是一款短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采用牙剪进行柔和。好，先从鬓角的区域拉起来，先进行去亮。好，采用无痕牙剪啊。然后要注意的是边缘的位置啊，用牙剪这样呢，去把它做去亮，一定要把耳上的部分的头发进行打薄、打柔，否则的话，你烫出来这个位置呢不自然、不柔和啊。好，后边的头发呢，我们就根据情况啊，如果这个你需要向内收的状态下啊，我们可以这样去做一下去亮，因为底区的位置呢，我们打薄。其实呢，对烫发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，因为下边是烫不到的，对吧？更多展现的是我们裁剪的结果啊。然后继续下区呢，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进行去亮。好，那这边呢就剪好了。上区尽量要少去啊，上区尽量要少去。来，我们抓起来，在刘海处开始柔和，对吧？只打发尾，不要打上面啊。看情况，如果你的客人头发很多
你也可以抓起来呢，在中段的位置做一些去亮，而头膜呢就不用了啊，我只在发尾的位置呢进行打揉。来，为什么要这样剪呢？避免我们的剪切线在一条线上啊，兄弟们，假如我用无痕剪这样去剪，你看它都是在这儿做的去亮，对吧？那上面呢就会很容易产生很闷啊，发尾很飘的这样的结局，对吧？我们用调剪的方式，你看它切口不在一条线上，它就不会产生这种效果。然后我们按照层次，边打薄边提拉，好，继续。边打薄边提拉，只柔和发尾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肉眼可见，这个头发呢就很柔和了。好，从另一侧鬓角开始起刀。好，同样先在这个鬓角的位置先做去亮。好，然后耳上发际线边缘要多去亮，把这个鬓角呢打得柔和一点点。到耳后的位置，那这个位置我们烫发基本烫不到，所以呢要看情况而定，这个位置是否要收紧。那这个头膜呢边缘线的位置呢很翘，所以呢我选择做一个去亮。好，继续。你看我现在打的呢就是底区。这样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头顶重复刚才的动作，垂直1点放射抓起来，在发尾的位置呢做柔和。记住一定要用无痕压剪。好，继续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头发呢拨乱啊，拨乱，看一下后脑勺这个位置呢有没有硬线，在上下2分区连接的位置啊，它柔不柔和？如果柔和呢就没问题，如果有硬线呢，我们稍稍打掉一点点啊。更多的硬线呢是来自于我们下区的顶层，因为那个位置呢我们剪的是堆积，对吧？所以呢它容易产生淤积的效果。哎，拉起来下边的齐，上面的柔和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找到下面这个区域啊，直接去打就好了。好，看一下刘海是否柔和。那我们单独的打一下刘海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裁剪的部分呢已经完成了，很快速的完成。接下来啊，我们要对这个头发呢进行烫发处理。那整体的思路呢，我不想要太多的卷啊，只有个 C 弯就好了。这种短发啊，我们这个短发课程呢，主要就是以纹理烫为主，因为烫满脑袋卷呢，大家都会，这个是不需要讲解的，对吧？就是有人呢控制不好这个纹理烫，烫出来呢总显老，这个就是大家的客人呢为什么短发他烫发少，就是因为你烫的卷太多了啊。烫的时候呢要跟客人沟通，我们烫这个纹理啊，我们烫这个纹理呢啊。
不一定要烫出多少卷，只是改变它一下质感，对吧？你要跟他讲好，有可能别人都看不出来你烫发，只有你自己能感觉到啊。这句话一定要说，对吧？因为呢，他就怕别人看不出来他烫的卷，对吧？你跟他说，你这个头发太过于生硬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烫一点点纹理的感觉，方便你打理。你早晨洗完头呢，你轻轻的一吹就可以了啊，甚至可以不用吹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以这种思路下手，千万不要跟客人说，你要烫多少卷啊，这种呢，你肯定要翻车的啊，对吧？那烫很多卷，其实我们能做到的，就是烫完之后它会显老不好看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烫发处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录制一个卷杠的过程。那首先呢，我是这样的思路啊，在头顶的位置呢，我把它烫起高度，所以中间一排卷一排大杠啊。那这种短发呢，你不要把它烫的脑袋烫的太大，所以呢，我是让头顶起高，让它把这个发型呢拉长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保持一定的水分啊。其实冷烫很简单的啊，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思路就可以了。在头顶的位置正中间，我们把区域分出来。好，不要分得太宽啊。然后呢，分出一片。好，然后我们上一下药水，注意啊，我用的是呢啫喱状的药水。那这个药水呢，注意不要把它涂到发根上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继续。拿个棉纸，向下卷，高角度提拉。好，继续再分出一片。好，下面呢就不要卷杠了，直接卷棉纸。好，上药水，同样不要上到发根。梳透。好，这样呢，头顶2个杠子，然后我在发旋的位置呢再卷2个杠子，按照前面的分区呢进行延伸。高角度提拉。好，再来一个。那用这种啫喱状的药水呢，就很好的避免了你发根呢会有折痕，皮套的折痕啊。这是个人习惯，当然你用冷烫水也可以啊，水的也可以，但是我习惯用这种膏状的。这样呢，我们头顶的4个杠子卷好了，接下来不能再卷杠了。如果再卷杠，这个发型就变宽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要用棉纸进行烫发。好，我们从中间的这一片开始操作，中间分出来，先上药水，再发尾。好，拉起来，拉平啊，拉平。
然后用棉纸把它包起来。好，这个棉纸的好处呢是可以拉长，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去把它打弯。那把这个卷度呢放在下边啊，放在下边，这样呢能让它顶起来啊。好，下一个夹子夹住。接下来两边啊，我更需要的是要两边的流向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不能把杠子放在下边了啊，不能打圈的位置放在下边。好，现在发尾呢上少量的药水。好，先包好，把它抻长啊，然后呢，在下边打圈，好，逐渐的把它放平啊，逐渐的把它放平，大家看一下，好，这个卷呢是放在侧边的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手比较滑，好，我不要把这个圈放到下边就可以了，放到下边呢，它就会拱起来啊。我们按照流向呢进行卷，好，继续。我们在两边开始，好，把它卷上。哎呀，这手太滑了。好，继续到鬓角这个位置啊，先上药水儿。好，鬓角这个位置呢，低角度提拉啊，我们先把它包好，包好抻长，然后呢向前卷，让它发尾向前甩啊。然后呢，注意看我们这个圈呢，没有把它放到下边，放到下边呢，它就会拱起来。好，我是把它放到侧边，放到侧边，这样呢，我们的鬓角呢流向就会向前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两片呢，我都是放在它的侧面啊。这样呢，只要你不把它放在下面呢，它就不会显大。哎，方法相同。那上层呢，我们要向后卷。好，继续包上，向外抻。好，继续，我们把后面按相同的方法，注意千万不能提拉角度啊。好，在耳后的位置呢，你要把耳后的头发呢预留一块，下边的流向是要向前的这个位置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分开。上边呢同样是向后卷。我们先用棉纸包好。低角度向后卷，下边的头发呢，我们再向前去延伸。
好，再往后呢，方式方法相同。先包好，好，往外拽。后边的头发到下边呢，我们药水第一要少上，第二呢，我们的卷度不要太紧，稍稍有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因为下边就是直发了。如果你烫的弯度、卷度太大，就会不好衔接。好，我们向前。好，那另一侧呢，方法相同。好，这边开始呢，我们就向这边去带。好，用棉纸呢，先全部包好，卷到它的侧边。好，下夹子固定。好，继续另一片。药水呢，不要涂到发根啊，再次强调。然后低角度梳均匀，包棉纸，然后向后卷。好，刘海的部分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纹理烫啊，所以大家分区的时候就随意一点啊，根据这个头发的自然生长流向啊。好，包好，然后这边呢是向前卷的啊。我的手太滑了啊！好，继续这边向后卷，低角度提拉。好，到这边耳后的位置呢，还要预留出来。好，到耳后的位置，我们把这个耳后的区域分出来。好，把耳后这一块呢，流向要向前的啊，流向要向前的。
再往后呢，我们就方法相同啊，都是向后卷，靠后卷就可以了。注意啊，两边千万别起高。好，继续向后。好，你不要有明显的分区域啊，就是感觉这一片的头发流向应该向哪里，我们直接就拿起来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烫的就是比较随意的这样的一个造型烫。好，中间这一片呢，你往哪偏都可以，因为我们要最先拆中间的位置。好，好，下边呢，我们就随意的卷一卷啊，流向朝哪里都没问题。你可以朝后，可以朝前。然后呢，底边的区域，底边的烫发呢，待会儿是最先拆的。好，我随便一卷。那最后一个，我们就按照反方向去卷起来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整体的卷杠就完成了。然后具体的加热时间以及停放的时间要看你的药水的药性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稍稍让这个卷度呢来的柔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那我在头膜上呢选择停放15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呢已经15分钟了啊，我们不需要冲水，直接上定型啊，把每一个卷呢都把定型水上去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停放个3分5分就可以了啊。我一般呢都是停5分钟左右。好，把每一个卷呢都要上。当然，你烫真人的时候呢，你下边要有一个接药水的棉花。好，我们自然停放的时间到了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拆开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能看到一个很明显的 C 弯啊，你看是按照我们流向来的，这个位置呢是拱起来的，这个位置是向后甩的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些呢全都拆掉，看这个流向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前边呢它是向前走的，耳后的位置也是向前走的，上面呢啊它是向后走的。好，最重要呢，它没有起高啊。来，我们把这边的也裁掉。
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洗头了。洗完头呢，哎，我们进行一个吹风造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冲水完成啊。冲水的时候呢，该打洗发水打洗发水，该打护发素打护发素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弯度，因为头膜的这个头发呀，很容易就出卷啊，因为这个发质呢用酸泡过。我们先用毛巾把它擦干。好，彻底擦到不滴水为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大齿梳把它梳开，按照我们想要的型把它梳开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就头顶的那几个杠呢会起高，下边的头发呢都是贴服的，按照流向走的。这样呢，一款小日系烫发呢，哎，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吹风啊，先把它后边发际线边缘的位置呢吹贴服，因为下面没烫嘛。好，上面吹个8分干就可以，然后鬓角的位置。上面有卷的头发呢，不需要把它吹得太干，就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吹到80%干就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后边啊吹贴服。好，我们把发际线边缘吹贴服。这样呢，我们一款纹理烫呢就完成了啊！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自然吹干的一个效果。当然，上面吹了8分干啊，大家也能看到有一些水分。然后呢，我们去打一些弹力素就可以了。边缘的部分呢，打均匀。好，打好以后呢，我们用一个宽齿梳呢，哎，把我们想要的效果呢轻轻一梳。当然，在头膜上的出卷度呢，会远远大于咱们真发的出卷度啊。好，大家先看一下侧面啊，是不是从这儿呢就能感觉到烫发呢满满的印式风在这儿。
好，这样烫好了呢，直接就出现我们想要的纹理效果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后边的底线再去掉一部分。好，这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款日系的纹理烫呢，我们就完成了。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方法呢，可以自行的去变化啊。那我们这期呢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